大家好，我是东宝行为。今天我们来讲《电锯人》第2季的100话。上一话呢讲到战争恶魔约尔潜入高校寻找电锯人啊，主角山鹰酱和章鱼哥还有眼镜妹子共同加入了恶魔猎人社团。这天下午，为了完成社团猎杀恶魔的任务啊，3人小队在学校的走廊中搜寻着恶魔的足迹。这个眼镜妹子啊，似乎非常善于交际。他随便找了个话题啊，就引入了自我介绍。名叫优子的他表示自己最近很喜欢电锯人啊，看来是想找点年轻人共同的话题。章鱼哥虽然嘴上说着自己也喜欢电锯人，不过他的眼睛根本都没在看优子嘛，属实是有点敷衍啊。而山鹰酱则是全程一副严重肾亏的表情，他的脑中全是早上和章鱼哥表白的尴尬场景，完全心不在焉的山鹰酱含糊的和优子说着话。不过呢，他察觉到优子居然初次见面啊就称呼自己为阿萨酱，如此轻易的称呼啊，让自闭少女忍不住多看了优子一眼。但不巧的是，迎面走来了几个山鹰酱的同班同学，当几人的眼神无法避免的相交之后，山鹰酱姿态狼狈的与同学擦肩而过。正在他感觉躲过一劫的时候啊，几个女同学居然直接毫不掩饰的说起了山鹰酱的坏话，不仅又提到了他压死烧鸡的事情啊，还诽谤山鹰酱和章鱼哥有不正当关系。虽然章鱼哥和优子都满不在乎这几个3八的冷言冷语啊，但山鹰酱终究还是被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击溃了。他随便找了个理由啊，丢下2位队友就准备开溜。一路上他想起了烧鸡暴毙时候的惨状啊，还有同学们那充满仇恨的眼神。山鹰酱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啊，连视线也变得倾斜。他来到鞋柜准备穿鞋回家，出于担心追上来的优子啊，和山鹰酱一同见证了这令人作呕的一幕。鞋柜里啊，触目惊心的散落着一堆肉块，这无疑是在报复山鹰酱就是杀害烧鸡的元凶啊！这种丧心病狂的校园霸凌，不禁让我想起了《刃牙外传》里面花生的鞋子里被人放了上百只的老鼠幼崽。不过山鹰酱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罪人的身份啊，他面如死灰的对优子说道：“哎呀，没什么的，老子都习惯了。”说罢便不顾优子的阻拦，光着脚就走出了学校。就连约尔啊也有点看不下去了，他还安慰着说：“哎呀，就算是恶魔里面嘛，也是会有霸凌这种情况发生啊。”约尔啊，你说的这个被恶魔集体欺负的人，该不会就是你自己吧？但是山鹰酱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，对他来说啊，人生已经无所谓了。哎，你可拉倒吧！你以为你是猎海王啊？山鹰酱回头一看，优子已经气喘吁吁地追上了自己。他提着自己的鞋感慨道：“哎呀，不穿鞋走路，脚真的会很痛耶！”山鹰酱直接麻了。哎，我操，这个女人该不会比我病的还严重吧？说着，优子啊直接拿出一只鞋，他告诉山鹰酱：“只要你穿上我这只鞋啊，你的半边脚就不会痛了。”山鹰酱面对如此迟早的发言啊，支支吾吾的想要拒绝，但是优子竟然不由分说的直接开溜了。还说什么想要把鞋还给我，你就过来追我呀！山鹰酱只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什么驱使一样，就莫名其妙的穿上了鞋。2个 JK 啊，就这样面目狰狞的在街道里飞奔起来。他们2个啊，一只脚穿着袜子，一只脚穿着鞋，一瘸一拐的穿梭在老旧的街道之间。这奇葩的动作啊，竟然让人觉得有一丝温馨感啊！最后2人面红耳赤的跑到了优子家，优子也是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计划，他将另一只鞋也递给了山鹰酱，这样呢就能确保他能安稳的到家了。山鹰酱呢显然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啊，不过优子直接放话道：“这双鞋啊，我就送你了。你要是嫌弃不想要的话，就直接把它卖掉吧。”山鹰酱这下来算是彻彻底底的服气了。在夕阳的照耀下，山鹰酱盯着自己的新鞋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或许是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来自于朋友之间的互动啊，又或许是感受到了这份快要被淡忘掉的温柔。山鹰酱那微妙的表情啊，似乎像是在说：“哎，你还别说啊，这种感觉还真不错呢。”就在我觉得山鹰酱可能要局势大好啊，和优子开启年轻人美好而青涩的高中生活的时候，一个非常臊皮的恶魔
不合时宜的说道：“哎，我说啊，这个鞋子你准备卖多少钱啊？”快，这1毛钱我也有份的。哎呀，别那么扫兴。我操，月儿，你给老子爬！对话结束。